说你们一周只上2天班，上2休5嘛，每周先休5天，周末再上班。之前干我休2休1的还占时间，想到就提议我们法定节假日上班，法定工作日休息，错峰上班。工资一点没少啊，周末加班2倍，节假日3倍，你上1天顶2、3天了，干2天比你一周的收益还高。主打一个工作日不工作，休息日不休息。现在自由也有了，钱也挣到了。以前大家上班怨气很重，现在1周2天班，看公司都顺眼了。我想死你们了！哎呀，客户的口碑也好了。口碑啊，他们就喜欢让你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加班，这时间不正好对上了吗？现在有大把的时间谈恋爱结婚，该旅游的旅游，有娃的也有时间带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童年。那1周只上2天就没有坏处吗？李闯，楼下接一下德福，他忘了公司在哪栋了。太久不上班，忘了公司在哪儿算了。也有不方便的地方，1周休5天，1年下来250多天都在放假，给我们放麻木了。每次生活过得枯燥了，就来公司体验2天，全当度假了。你瞅瞅给憋的。不是同事不想上班，是上班的时间不对。老祖宗说过，交多了不粘，蜜多了不甜，班多了讨人嫌。1周2天班的剂量刚刚好。开机密码多少来？那你来上班，钱和自由你总得有一个吧？到点了，都下班吧。5天红色类吧。工作效率提高了，老板口碑也上去了，我认为应该大力推广。老板，我问一下，这周末和节假日叠在一起了，工资怎么算？这都不会，2、3得6，6倍工资。本。在树根底下上大号，那同事手欠把野狗引过来了，那害得我拉一半让狗咬了。我们刚上山，野狗汪汪就冲着我们来了，那谁还能顾得上它呀？那不跑等着挨咬啊？那有危险往我这跑干什么？你就没想过我的安全问题吗？我这上一半正使劲呢，他们冲我跑过来了，我裤子都没来得及提，就让野狗包围了，就上来给我一顿掏。看你也没啥事啊。咋没事啊？我腚上狗咬了，给我掏这么大一个破绽，痔疮都给我咬开线了。那我们也不是故意的，那我们都搁这喊了，我说狗来了，狗来了，都提醒他了，他不跑，他赖谁呀？我怎么跑？我大号上一半了，也撤回不了啊！那群狗同事带着野狗，在我最脆弱的时候攻击我，我有什么办法？不管怎么说，他也算帮了你们，还挺勇敢的。是，没有他，我们都得受伤。但是该说不说，那小涛就是见过大世面的，那野狗都给他围上了，他就是不怕呀。那我们都跑了，那蹲那儿可能7天时间还继续搁那拉呢，跟野狗都对峙上了，眼神老坚定了，还透露着一丝凶狠。你不跑是为了帮助同事脱身吗？我帮他妈呀！我帮，我蹲的太久，腿麻了，要不然就他们就不一定跑我前头。至少同事挺感激你的。你感激我屁用！那狗咬我的时候，我手机在兜里帮我挡了一下，给我咬裂味了，我怎么用？我这个月还工资没发呢，没钱休。头秃的我能不害怕吗？要不是我拉的多，堵上了那群狗的嘴，你都不带放过我的。是，要还得是小涛啊，要不小涛能拉，我们都得受伤。要不我们带你过去吧，让同事给你好好道个歉。我不去。我不接受他们的道歉，他们知道我野营躲树后面上大号，背后都叫我爱冒险的朵拉。我平时在公司形象挺绅士的，那现在大家提到我就想起我拉的多，我不原谅不了他们。他这么跟你说的，这小子就是犟，就是要骨气。闯哥，那群狗又围着我了，我肚子里没货了，你过来救我呗。没有啊。公司组织团建打游戏，我打老板打得正起劲呢，同事冲过来把我手机砸了。打游戏那你也不能追着老板往死里干吧，给老板气得黑脸更黑了，都找人事帮忙去了。人事打游戏厉害吗？打游戏一般，打击不了厉害呀。那老板自己说的放马过来呀，他还说他用新英雄海拉，都别放水，就看他能不能叫唤，那我还客气啥呀？就干他呗。没想到最后他还是急眼了，心眼真小。他心眼大，美国底下挂俩蛋，只会打不会看。那老板排了3个妹子一队，不就想着让我们把花妹给上吗？老板单身这么多年了，就想搁游戏上认识妹子，这他看不出来吗？看出来了，我怕老板的面子面。就已经没脸了，我们都劝小涛让再跟老板组队，给老板找找面子。赢了吗？赢了，小涛自己赢的，他嫌老板拖后腿，先把老板卖了。老板挂了之后使劲叫，小涛也不召回。我也想拍妹子呀，带着老板太碍事了。你在这个高能英雄上和妹子玩老有意思了。那英雄加吃鸡玩法让我一个人。怎么在厕所办公？我升职了呀。他在公司好几年了，一直没升职嘛，天天缠着老板给他个管理岗位，还得带独立办公室的。这不老板没招了吗？给他安排厕所去了，不愿意尝了吗？为什么选择在厕所办公呢？因为离老板近啊。我问老板能不能给我一间离他近的办公室，方便随时汇报。他说没有，我就搬他隔壁厕所来了。听去没？多能舔呢！我第一次见公司专门设这个岗位，是为了给领导提供情绪价值的，不是为了升职嘛，脸都不要了。这么希望升职是为了涨工资吗？我从来不看工资条，只要能跟在老板身边，每天什么都不干，就观察他怎么上厕所，听他怎么窜稀，都是件很辛苦的事儿。老板，你听到了吗？滚！那确实挺能舔的。那要不说人能升职呢？关键他现在真把那厕所当自己办公室了。我们现在上厕所还得让我们找领导，打审批走流程吗？这么夸张？你跟我去看看你就知道了。我审批过了。
你不准上，咋的？你拉的臭，去隔壁部门上。我去，我给你灌！隔壁部门是什么？女厕，李闯上次上厕所太粗鲁了，都呲我杯里了，我得剥夺他使用厕所的权利。我们现在上个厕所都费劲，他真把自己当厕所所长了，就恨不得吃喝拉撒全搁里面。看样子你还挺满意这个办公室的。你还行，你就是经常反味儿，你空气不太清新，而且有的同事拉完还不冲，整个办公室里乌烟瘴气的，而且厕所口风大，你经常吹得我头疼，那都感冒发烧好几次了。还好有同事孝敬我的合济宫阿卡分散。这是我给自己留的 VIP 1号间，你进水楼台先得月呀，你这都职务之便，你不利用起来不浪费了？公司厕所本来就少，他还占了一个。你这样就不怕同事对你有看法吗？有呗，反正背后也没少说我，那说我办公室是众矢之的，我都不跟他们计较。喂，声音小点儿，有点燥死了。老板同意他这么做吗？刚开始还行，现在也受不了了。这么快？老板，你留下来吃点儿。跟你自己吃吧。挺客气。公司最近翻新装修，小涛自告奋勇要当负责人，结果这小子直接给公司拆成毛坯房了。我们早上一来一看，公司没了。那老板说了要简单低调，要有家的温暖。那我寻思我家就挺温暖的，就照着我家装的。那真正实现把公司当家，那你家也不至于住毛坯吧？这还行啊，这我家连窗户都没有。我们早上来上班，要不是看见门口那个军工大旗那个横幅，我们还以为公司又让人偷了呢。再说你拆就拆，你好歹给厕所留下吧。那厕所这样子整的墩子都没法蹲，我们怎么上厕所？这么夸张？你看看就知道了。这了，这是厕所，这快冬天了，我嫌马桶拔屁股，这都给拆了。你这怎么上啊？扎着马步上来，这还是3连座的，你累了这还有支架，你套上就能用，就是得对准点儿。谁上厕所还跟人连座啊？还他妈3个，这面对面快拉呀！这确实挺不靠谱的。当时怎么想到让他来装修呢？他跟老板吹牛逼嘛，说装修界有人，啥大项目都干过，给我们老板整的挺激动的。后来才知道他二大爷是个瓦匠，之前搁工地和水泥的。这确实挺不靠谱的。既然没把握，为什么还要把这活接下来呢？那我都老员工了，我不要面子吗？再说了，老板好不容易器重我这么一回，你硬着头皮整呗。他们就是矫情。这装修我二大爷可是匠心之作，你看这玻璃严丝合缝的，这都好料。这哎，我二大爷整个豹纹的呢。那老板也不是没给你钱，你拆完你给装上啊。那也不全赖我呀。老板一听说我有熟人了，那预算给我缩了一半，我拆完一半都没钱装了。那电梯放那还没拆呢。你们老板知道这事儿吗？说错了，老板，在哪儿？这是我们的 family。公司组织聚餐，说允许带家属。我们刚到饭店，小涛开着大巴车就来了，下了一车亲戚，饭店全都坐满了，把我们给撵出来了。都说了允许带家属，那也没规定人数啊。我家属多，我有什么办法？他那是多带一点吗？他把他9族都叫过来了，他那涛家军黑压压的赶上斧头帮了，男女老少都有，品类老全了。这哪是聚餐呢？你这不吃席来了吗？你带的人确实太多了。那我不是考虑的周全吗？那都是时代亲戚，那拉的谁也不好啊。那这还都是本地的，还有老多外地的，让我掏路费，我就没叫。可能小涛就是太热情了点。你再热情，你不能啥人都叫啊！他那舅姥爷8多了，小涛硬是推轮椅给他推过来的。那还有个大爷连小涛叫啥名都不知道，稀里糊涂就来了。你来者不拒嘛，你知道吗？来就来呗。那我跟那大爷也是第一次见面。那不熟你怎么还叫他呢？那我看族谱上有他，就叫了。再说我也是为了公司着想啊，你这人多不热闹吗？他是热闹了，那吃饭的地方让他家族全霸占了，把我们同事给撵出来了，我们都要冻傻了，都要冻感冒了的。你回家吃呗。干啥？啥时候轮到我们吃饭呢？我们快饿死个蛋的了。现在菜传到我爷爷那边了，你们等等。给个具体时间。就听你妈呀，就等着得了，这逼话真多。这么礼让他，你们还挺善良的。他把他9族都摇过来，我们哪敢不善良啊？这都老头，你也不能跟他动手啊。他们就是太矫情了，那少吃顿饭又不能怎么样。同事们都挺生气的，我觉得要不然还是道个歉吧。行啊，长哥，我错了，我确实想的不够周到。你有脸说呀？就是参加你葬礼也来不了那么多亲戚呢，下次聚餐肯定是不能叫你。别呀，我建议下次团建咱们出省吃。为啥？我外地亲戚还没吃呢。我去出差谈客户，走的时候老板说了衣食住行费用可以报销，那我回来的时候老板不认账了，说让我自己掏。他是出差去了，也不是让他出工去了，给自己整个身貂啊，回来穿着貂舔着脸找老板报销，那给老板气的都一脚给他炫出去了，那咋还有脸提这事儿呢？那不能报不早说呀，我这吊牌都摘了，那小票都带回来了，就告诉我不能报，那不骗人吗？看样子你这衣服不便宜啊。我都牌子，这个公司都说报销了，那我就放开花呗。
这哪是放开花呀？那不往死里花吗？走一道买一道，跟他妈善财童子似的。那这路边野狗都吃上烤肠了。那走之前我就看到那浏览器顶记录第一条就是公司出差怎么往死里花，他这不是缺心眼吗？药属于奢侈品，只是出差确实不该给你报。那我住宿的钱给我报了也行啊。是不是你选的宾馆太贵了？我没住宾馆。他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搁当地买了套房，还妈是期房，选了个地段好的，说有升值潜力。他这么虎？啊，首付付完了，非得管人要发票，说回来报销，给人整懵了都。那宾馆谈合作多不安全呀！我觉得宾馆不能解决外地谈客户的问题，我这也是为了保护商业机密。再说结果是好的呀，那这客户不是谈成了吗？这不挺好吗？那多少应该报一些。他谈的客户一共挣了3000，他那一身貂26000，那老板能乐意吗？那也是我辛苦谈下来的项目啊！为了这个项目，我天天熬夜加班，我不辛苦吗？看你精神头还可以还。报销呢？你这么一弄，我这房贷都还不上了。你这么做就没考虑过公司的经济状况吗？你考虑了呀，我原本想买辆库里南代步，后来没幸运分了，实在带不出来了，就放弃了。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出差吃点喝点，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给自己又买车又买房，你咋不再娶个媳妇儿？哎，我提了，人家说不要异地的，你没看上我。公司去海边团建，我在车上睡着了，那同事们下车的时候没叫我，我一觉醒来同事没了。我们忘了，那我记得我下车的时候我还特意点了一遍名呢。我这名单顶名都挺全的，我不记得落下谁了呀。哎，闯哥，你这后边还有一个。搁这儿。同事确实不是故意的。这怎么不是故意的？他写名单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闯哥，你把我写前面别忘了。那我看他写第一个，我才放心走的。没想到他把我写背面了，那太侮辱人了。他平时就不合群啊，为了孤立我们自己坐最后一排吗？还睡着了，那没人提醒他不也很正常吗？那参加活动你这是自己睡着了，坐过烂能赖谁呀？那小孩啊，关键这也不是头一回了，每次团建他们都把我落下，我这次还特意留了个心眼儿，我睡前定了个闹钟，那不知道谁手欠给我关上了，太欺负人了。我不知道啊，不知道谁关的。我关的，我看他睡体香，怕影响他休息。同事也是为了你着想。我用他们为我着想了，我醒来一打听，这大巴车都出省了，我光补票就补了1000多块钱，要不是师傅好心把我叫醒，我俩都要出国了。同事被你们拉下，你们就没觉得少了点啥吗？少了点烦恼。那毕竟也是同一个公司的，你这团建这事儿少了谁他也不圆满的。再说你也看出来了，我们团建是少了他，我们玩的确实不尽兴。没看出来。这咋的？他们还玩上了？这群狗东西，难怪我平时看不上他们。你赶紧让他们来接我，这原谅不了他们，我自己坐车回去。愿咋地咋地，那我们不管他了，我们玩。川哥，你来接我呗。你搁哪呢？你到海边了吗？我没看着你啊。